好，回到環境全世界，我們一起來看的是川習會之後啊，整個全球，特別是中美兩強之間的互動啊，建立了一個新的架構跟秩序哈。當然，直接也牽動到了印太局勢，還有包括國際地緣政治。川普在離開北京之後，我們也知道，接下來呢要到中國大陸去訪問的就是俄羅斯總統普丁了。那克里姆林宮的發言人已經表示啊，普丁訪中的籌備工作已經完成，普丁將會很快的造訪中國大陸，具體時程會在對外公布。而這個時候呢，南華早報則是報道說，普丁訪中的時間啊，根據他們的了解，預計是在5月20號這一天，為期1天。但這次訪問呢，純屬莫斯科跟北京之間的例行性往來，不太可能會有什麼盛大閱兵啊、隆重歡迎儀式啊，因為大家也想說會不會跟這個川普之間來做一個比較哈？不會啊。那麼中國官員呢，這一段時間呢，也都忙着安排川普的訪問行程，所以呢，就是例行性的到訪。那連同普丁接下來的訪問在內呢，也使得中國大陸呢成為全球第一個在短短幾個月之內就連續接待了聯合國安理會其他4個常任理事國領袖的國家。先前我們看到了法國的馬克宏在去年12月去北京訪問，英國的施凱爾是在今年1月，那5月份呢就看到了川普，川普之後就是普丁啊。而目前呢處在停火階段的美伊戰爭啊，4月份開始呢，其實在聯合國安理會當中也看到，因為伊朗議題爆發了非常激烈的爭執，俄中兩國呢多次在安理會的投票行為啊是一致的，不但否決了以美方為主想針對伊朗荷姆茲海峽開放採取行動的這個決議啊，同時也阻撓了對於監督伊朗核計劃的提案。好，所以現在看到南華早報說，普丁即將的訪中之行啊是屬於例行性的往來啊，但並不代表不會出現非例行性交涉的可能。所以大使，我想先請教您怎麼看這次普丁去哈？是不管是打算聯中制美，或是防範美國拉攏中國，主要希望達到的目的跟北京交涉的重點，您怎麼看？我覺得不外3點哈，一個當然還是俄羅斯目前自己的狀況，這個俄烏戰爭啊，還有外交上孤立來講的話，我覺得就普丁來講的話，現在歐洲是沒有人歡迎他去啊，美國也沒有人歡迎他去，世界的強國裡面，中國大陸，因為中國大陸代表了戰略上的一種支持，還有一個是什麼？還有一個經濟的後盾，因為俄羅斯現在各方面它的這個民生物品的依賴啊，事實上美國一開始在俄烏戰爭就在卡它這方面，你看那些連麥當勞都撤了，對不對？然後那些外國的，比如說Hyundai啊、Toyota 通通撤了，那這個所以它這個民生物資方面啊，它如果沒有中國大陸的話，它民眾會有恐慌的。那另外一方面還有就是它這個資金的調度的部分。資金的調度部分，我覺得這些在這些整個這個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沒有都拿掉之前，那中國大陸對俄羅斯的重要性那是不言可錢的問題。那另外一方面，我覺得就變成就是說，另外一方面就是這一次事實上美伊戰爭以後留下來的這個國際能源市場的一個重新的一個調整情況之下那其實俄羅斯它主要還是能源的外銷，那麼俄羅斯在過去幾年一直向中國大陸比較強勢的銷了很多的這些能源產品。那現在俄羅斯自己本身情況並不好的情況下，可能它又有另外的構想在裡面。那所以我覺得普丁事實上的話是一定是無事不登三寶殿，一定是有事情的。那我想来想去就是說，在金融上，在雙方的經濟的这個所謂的互補性的交流增強下面，還有就是國際能源市場一個混亂之下那普丁看看能不能從中國大陸那邊再分得比較多的份額的這種市場中國大陸的市場，那在就某種情勢上來講，也對最近的一些國際上的很大的變化，這個叫 compare notes， 就是說想看看你的想法。比如說日本的軍國主義的這個在崛起，然後呢這個美伊的戰爭，然後呢這個俄烏的戰爭，歐洲的變化，我覺得大概是全面交換一個意見。了解，有些媒體我最近看到就是希望能夠把這個普丁這次去，然後在前面
才前腳剛走的這個川普，兩個人做這個規格的比較，其實真的不需要，因為其實中俄兩國的這個見面，比起中美两國這個太頻繁了。那當然，除了俄羅斯以外，哈，這次日本也在高度關注2026年第一次的這個中美元首會。日經新聞就揭露說呢，日本政府原本積極要爭取，希望川普在去北京之前可以先到日本訪問，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能夠直接向美方表達日方對中國問題的立場。那最後呢，因為這個伊朗的衝突升高啊，所以沒有能夠實現這個安排。而這個情勢目前最新的發展就是 NHK 報道說，在日本時間15號的晚上，川普在空軍1號上面打電話給高市早苗了。那兩人通電話大約15分鐘。川普特別在電話中呢，說明了這次到北京訪問具體的一些狀況，雙方也針對包括經濟安全保障在內的經貿議題啊，還有跟中國相關的美日安全保障等內容交換意見。高市早苗就表示呢，對於川普在通話當中給予日本的大力協助，表達深切的感謝。美日關係這樣聽起來是不變的，但是中日關係好得了嗎？我們最近看到了日本兒童政策擔當大臣啊，叫黃川田仁志这個禮拜到上海去參加 APEC 部長級會議。那這也是中日關係惡化以後呢，第一次看到日本閣員到中國大陸去。中美關係因為習川會現在看起來，剛才也提到緊張的氣氛稍微和緩下來，但是中日呢，金哥，我想基本上來講，這個中日關係存在結構性的窒礙，這個而且它有很多沒辦法排除的矛盾跟歧見。這個日本拜託這個美國去傳個話，但是呢，他沒有見諸於中國大陸所公布的這個會談記錄，也沒有見諸於美國所公布的這個會談摘要。所以換言之呢，這個基本上來講，你拜託轉話不是個東西，你知道根本就不是那麼重要。但是無論如何也要應付應付，所以他給了他一個電話。你想想看，15分鐘的電話加上翻譯，能夠講些什麼話？也不過就是你就拜託我的事我做了，也就是這樣，要給這個穩住這個關係跟他的情緒。那對於高市早苗而言，利用這個事情這個叫做順着杆兒往上爬，立刻就發布這麼一個感謝聲明來，好像造成一個印象。哎，我們呢，美日關係很穩固，美日關係很穩固。他們呢，這個兩個大頭這樣講，我們呢並沒有缺席，我們是個議題。可是問題是，大家都知道心知肚明，而且像這個 APEC 這種定期的會議去，然後呢也沒有說是真正造成關係的突破，所以這個可以明顯看出來，北京並不在乎就是說他就把這個難堪殘酷的真相攤出來，我們就是搞不好。但是呢，高市早苗這邊要各種的掩蓋，你知道這個世事仍常如常運轉。所以兩邊的氣勢一看就知道高低。對，阿史，你覺得剛剛金哥特別提到說，日本也在高度關注蠻緊張。這一次看到就是觀察整個中美元首之間他們的互動。我覺得日本不用緊張了，而且現在川普這次沒有答應去東京見高市早苗，我覺得這個是 no issue， 就我真的覺得很不重要。雖然是日本想要的，但是川普沒有去日本，不是因為伊朗戰爭啊。他根本不想去，他說：“嘿，我去年11月才去你那邊，而且我都是給你一個很好的 show。”他認為沒必要，我都非常 nice 啊，我有很多非常，不管是日本國內或國際新聞都報道這，他們兩個節目的時候去跑一趟，真的是沒有必要啊。如果而且他去北京3天2夜，那如果他講過東京的話，那整個行程你加上飛行時間時差，就變成1個禮拜的行程。對，他覺得根本沒有必要，我隨時可以跟你通電話或視訊了。所以我覺得日本這個要求真的是很奇怪，真的是沒有必要。但是因為日本一直很希望隨時密切關注是有沒有得到美國關愛的眼神嘛。但是說實在啊，我們都知道那個時候就是川普第一個任期，他跟安倍晉三關係是非常好。那到目前為止看起來，他跟高市早苗的關係也是一樣，也是很不錯的，沒有什麼衝突，他沒有背後說他的壞話等等了。那重點來了。日本答應，就像台灣的南韓、歐盟一樣，你答應川普這個大金額投資啊，那對川普來說，最重要的是錢什麼時候到位？錢什麼時候到位？講到錢我請教張老師，因為美國財長 Basin 他這個禮拜也跟日本的財務大臣
片山高月進行了大概35分鐘，其實非常短。這個美日財長會議，那他也表示說美方並沒有向日方提出任何有關貨幣政策的要求，沒有在干預啦，這也或者說是在試圖要淡化市場對於這個美方干預日本央行政策方向因為他希望能夠透過他的說法來淡化這樣的疑慮但是真的是如此嗎？日元的穩定對於美債的影響，您的觀察是什麼？這個事實上是這樣。就說這種利差的關係，所以日本人發現到我日元的匯率對美元，我如果日元貶值，我多賣掉日元，我去買美債，因為美債的利息比較高，所以呢，這種情境呢就出現那個什麼呢？就是說，如果美債的利率，你看最近這幾天30年了，已經飆到1.5，很高，一定會加速很多日本人去買美債。因為利率高，可是買越多的美元的時候，日元就越貶，所以日元呢，就因為美債這種利率的往上升，造成什麼？造成它的日元對美元的匯率會貶值。對，那可是美債利率的上升誰做成的？是造成的，是美國政府一直發行公債，反正就一直借嘛。所以呢，這種拿公債借錢的方式，提升了這種美元公債的利率的時候，就會間接影響到日元的匯率的怎樣被貶值。可是日元匯率被貶值的時候，尤其最近這幾個月，美伊戰爭會更嚴重的影響到日本的這種所謂的原物料輸入的價格，產生所謂的輸入型的通貨膨脹。對，所以日本對這一塊很戰戰兢兢。那怎麼辦？可能到最後被迫要升息，唯有升息才可以穩住我日元的匯率。所以我們一般人外面人在看的時候，就感覺說，哇，好像你美國這一塊好像手已經伸進來日本這個貨幣政策了。事實上，這是整個市場的波動造成的蝴蝶效應。對，但是日本又感到何其無奈這個戰事不是我造成，通膨不是我造成的，但是現在呢，卻還要我在貨幣政策上面可能做些調整。對，所以日本未來升息有那個跡象會往上走，沒辦法，因為壓不住那個 CPI 的問題，就是那個消費者物價指數。对，順着您的話，等一下我們回來就要來看就是現在雖然川習會結束了，可是呢，還有一些國際議題，特別是在中東地區這邊，荷姆斯海峽什麼時候開放呢？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週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好，回到節目，我們來看的是《金融時報》最近披露沙烏地阿拉伯正在和波灣盟國商討一件事情是如何應對伊朗戰爭結束以後在中東地區這個區域的局勢。那也提出了呢，由波灣各國跟伊朗來簽署互不侵犯條約的構想。這次衝突期間呢，看到阿聯就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一直都是波灣國家當中最極力主張要對伊朗採取強硬立場的國家，並且批評阿拉伯世界都沒能對伊朗採取更強烈的回應感到不滿。阿聯甚至表明說，戰後將會進一步深化跟傳統上呢被視為是阿拉伯人對頭的以色列，要跟以色列之間的關係更加深化。而除了阿聯以外呢，沙烏地跟其他的波灣國家都比較傾向支持由巴基斯坦來主導的斡旋，也希望促成美國和伊朗之間盡快的達成結束戰爭的協議。沙烏地呢，現在也正在跟巴基斯坦、土耳其還有埃及形成更緊密的合作關係。像是去年9月呢，就跟巴基斯坦簽署了共同防禦條約。好，那拉回到現在看到這樣一個狀況，是會提出跟波灣各國這個跟伊朗來簽署一個互不侵犯條約的構想，是不是在表示說台灣國家不再想透過美國，而決定自己跟伊朗來達成一些互動的協議是代表什麼樣的意思？大使就是這個意思，就是直接跟這個宿敵什葉派的宿敵和解。那互不侵犯就是某種程度和解的第一步那其實他們在這次戰爭從發生到現在，基本上已經向伊朗輸送了非常友好的訊號了，就是我保持中立，而且我不讓美軍用我在境內我的基地去攻擊你，
那基本上就是告訴伊朗說這一件事我不想涉入，你也不要老是找我報復。那當然，就阿聯酋基本上，他在這次上被攻擊上，他的損失是最大，不只是他的石油天然氣設施，最重要是他的那些未來在後能源時代的這個他的經濟的一個立足點被這一次被打破了。因為他的所謂的這個金融中心，然後呢高科技中心。這些美國高科技那些什麼運算中心，然後還有什麼旅遊中心，各方面的這些布局的那麼多年非常有成效的這些進展，這次戰爭把它打垮掉了，所以他的未來被打垮了，所以他的態度當然你可以可想而知。可是這不代表海灣國家主流的意見，海灣國家主流都是發覺他們必須要直接跟伊朗改善關係。對。第一個原因是什麼？第一個原因，他們之間過去有夙怨，可是還不至於發生戰爭，對，還可以互不侵犯。雖然他們是用美國來防備伊朗對他可能衝突，可是這次美國自己打伊朗以後，把攻擊帶到他們的土地上，波及到這些國家，波及他了。所以這個是一個因素第二個就是說，他们發覺伊朗的戰術、戰法、戰力非常強。如果跟他們衝突起來的話，他們大概不是對手，所以呢就求和吧。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中東地區的一個區域的國際秩序一個很明顯的轉變。那巴基斯坦也是他們的回教兄弟，那尤其他們是巴基斯坦主要遜尼派。第一個，巴基斯坦是有核子武器的，它有核子傘的這種功能。第二個，巴基斯坦在跟印度這次打戰中是證明了他的這個戰力是非常強的。第三個，其實巴基斯坦的這些軍人過去在海灣國家擔任傭兵跟他們合作多年，對，已經很有默契了。所以這次一個這個沙特一個基地就15000這個巴基斯坦軍隊就砰一下就進去了，這不是小動作，這是大動作。所以就是說這個他們將來這個安全的這個重點。整個這個波安地區組織國家，他們對於自己的安全的安排跟規劃上，那就是我覺得就是逐漸把美國的力量把它壓低，就不再透過美國了，不再透過美國。那巴基斯坦的後台軍事後台，你們也知道是誰？對。所以張老師，您覺得那未來會不會在中東形成一個不用再透過代理人，就沒有代理人這樣的一個情勢？其實代理人的制度背後有它的歷史的緣故，最重要一個是伊朗的這種所謂的政權，它的模式已經不再是單純的一個政治為主的，事實上它有宗教帶點的一種模式。那再加上常年的來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的介入，還有後來美國的介入讓這個國家，你可以讓這個中東地區，你會發現到最主要的介入者是誰？都是歐美。事實上，他們也是利用代理人的方式進來這個區塊，去建立起他自己的版圖。所以這種代理人的制度在中東你說會消滅，第一個我認為歐美可能就要撤掉。對，那再來你說伊朗這個代理人制度，在我的看法，伊朗這個代理人制度，只要伊朗的政權的整個制度，它沒有受到一個很來自其他國家這種威脅的時候，其實在我的看法，這種代理人制度自然而然的很快就會消失掉。可是我強調，未來這個制度不會消失，因為畢竟這個區塊裡面來自世界各的不同國家強權的介入一定會存在。了解，為了能源嘛，所以代理人制度你說消失的可能性很低那美軍基地呢？這個現實的問題請教晉哥，因為在卡達有這個空軍巴林有海軍，科威特有陸軍但是因為這次的這個美伊戰爭以後，也有一些討論是說，未來這些美軍基地的實力可能不如以往，您覺得？我覺得這個問題不能光看那個就是設置基地。通常我們在軍事上把它叫做 ABO。第一個就是軍隊入境權的 access 的問題，第二個是設置基地的 basing 的問題，第三 O 是 overfly，就是你的戰機過境可以執行任務的問題。所以這個我要提醒一下，你們都認為這個就是阿聯
就是這個他對這個叫做這個伊朗最為這個什麼？事實上那個時候在美國在1月份解決掉了委內瑞拉，開始調兵遣將，然後大量的空軍呢軍力，原來在那邊大概150架，最後2月28號發動戰爭的時候，大概到457、8架，我大概是這個數目，就450多。那這裡頭之後，1月26號，阿聯就直接就講，我不容許你運用我的這個就是空域來執行戰爭。但是他忘了講一句話，他沒有講說我不許你用我境內的美軍基地對伊朗作戰。他們當初其實這些國家我們也是要體諒人家。當初把美國給拉進來，是希望能夠獲得美國撐腰，然後呢對伊朗產生嚇阻效力。但是呢，在美軍跟這個就是對伊朗2月28號動手的時候，他只有跟以色列的內塔尼亞胡去商量，其他人都被蒙在鼓裡。那這裡頭之中，只有沙烏地是老早就看出來，就是說你不可以用我的境內的基地。所以他當時2月28號一攻擊完52分鐘之後，他開始有這個組織化的抵抗，系統性的還擊。結果呢，這個國家每個國家都講，哎呦。未蒙其利，先受其害，這不是遭殃了。對，所以在未來是怎麼樣？我覺得這裡頭蠻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假如基地還要留那兒，就要加固隱秘，而且呢，要能夠要塞化才行。你覺得未來有可能美軍這邊會在，如果真的談不攏，荷姆斯海峽就是沒辦法開放，這個問題難解的話，美軍會再發動一波軍事攻擊嗎？當然了，不排除嘛。對，因為這個事情即使是爛戲拖棚，也不可能就這樣摸摸鼻子，然後夾了尾巴就溜了。OK，也要有一個象徵性的東西。但是呢，無論如何，他做什麼，他都是我跟你講，你只要動了軍事，你就可以宣稱是勝利。动了軍事就可以宣稱勝利。對，動了手。我要問你的就是因為在畫面當中我們看到，其實最新的根據這個伊朗通訊社的報道說，其實海軍方面有告訴大家，有開放這個中國大陸的船隻有通行荷姆斯海峽。那美國財長貝森特呢特別提到了荷姆斯海峽開放的問題，他說其實這個是中國比美國更關心的，因為呢他說中國大陸呢高度依賴中東能源進口，所以呢現在海峽受阻呢，其實對中國大陸的衝擊遠高於美國。他也認為中國大陸呢會在幕後運作重新開放海峽。另外，在下方，這個《華盛頓郵報》也報道說呢，美國的機密評估報告提出一個警告，說大陸方面積極利用伊朗戰爭在軍事、經濟、外交各種領域擴大對美的優勢，試圖強化全球影響力。所以，誠實來看，這次美國發動了這個美以伊戰爭單就美國跟伊朗之間在中東地區現在所造成的這樣一個泥淖是不是在戰略上真的犯下了一個戰略錯誤？我覺得重點是怎麼開放了。那我們以後可以回頭看當初是做下什麼錯的決定。但是在開放霍爾木茲海峽這個議題上，中國的目標跟美國的目標是一樣的，都希望可以趕快開放，讓各國的，不只是讓中國或特定國家的船艦安全的過去。這方面，美國跟中國的目標是一模一樣的，而且都反對收錢。對，通行費的問題。對。但是我同意張金有必要的話，那川普即將會再次用美國軍事實力對抗伊朗海軍，為了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但是就目前為止所造成的現狀，我剛剛特別提到的是，你覺得美國有沒有犯下戰略錯誤？我真的覺得這個已經 too late。如果是錯誤的話，是 too late，因為我們只能講今天的情況，明後天的情況。你不要去拷問這個美國人好不好？他還將來講錯話回不了美國怎麼辦？所以那您覺得呢？您就不會去美國？我覺得。